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有解决方法，只是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而已。所以把 MacBook 或者 macOS 恢复成出厂设定，或者是我们所说的 Factory Reset， 这绝对是最后的选择。毕竟这样子的做法呢，看起来非常容易，其实也是蛮容易的。不过这个后续动作呢，是非常的麻烦。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申浩，一个蛮喜欢研究苹果产品的老百姓。这一集呢，我们就来看看 Mac 如何恢复成出厂设定，或者是 Factory Reset， 或者是清除硬碟再重新安装等等的做法，你们是怎样子说的？你们就留言分享给我吧。不过呢，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哦，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申浩 TV 会一直更新关于苹果产品的使用小技巧。如果你对这方面资讯感兴趣的话呢，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申浩 TV。那我们开始吧。在 Factory Reset 之前呢，我觉得会有4件事情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我们需要拷贝我们所有用的文件，你可以使用 External Hard Disk， 你可以使用苹果自己的 iCloud， 免费5个 G 而已，或者是其他你觉得比较方便的就可以了。当然，你也是可以使用 Time Machine。第二呢，通常我会截图我现在所拥有的 App， 那么以后呢就不会忘记掉自己需要使用什么 App 了。然后呢，我也会把 Disk Utility 的界面呢截图起来。那么在 Factory Reset 的时候呢，我会知道我需要什么格式的 Disk。最后一个呢，像我在责人，我有时候会把浏览器里面开出很多个 Tab。所以在 Factory Reset 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先把这些 Tab 呢先 bookmark 起来。那么我在 Factory Reset 过后，我就可以重新 reuse 这些 bookmark。这个我是用 Google Chrome 来做的。那么在确定已经保存了重要的资料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去 Factory Reset 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关闭我们的 macOS， 在开启的时候呢，就要长按 Command R， 之后呢就是要删除 macOS。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有的 disk。然后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之前有的一个 partition， 里面的东西呢其实是不用 format 的，所以大家最好有一个 practice 就是开多一个 partition 是 for 来装一些文件啊或者是 document 的，而不是 system 的 file。所以 system 的 file 呢，我们全部都会放在这个叫 Maxdom-HD 的地方。我们要 format 的也就是用这个 format 罢了。所以点击这个过后，我们按 erase， 然后选择 erase 就可以了。然后按 Done， 好，现在就按打叉回去。再来就是安装新的 macOS， 通常它会给予你最新的 macOS。在这里呢，我们就按 Reinstall macOS， 然后按 Continue， 按 Continue。OK，so 现在就按 Agree， 然后选你要放哪一个 partition， 然后按 Install。OK， so 现在要有12分钟 remaining， 那么我们12分钟过后再见，拜拜。安装好后呢，就是会 restart 这个 MacBook， 而且它会让你做一些基本的设定，登录你的 iCloud， 用你的 Apple ID， 这就跟你一买 MacBook 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做法了。你可能会发现哦，为什么我的 macOS 是 macOS Mojave Beta 版？因为之前呢，我有参加 Apple 官方的 macOS 测试员，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 Beta 版让我下载。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 macOS 的 Beta 版的话，那么你只要到 App Store 里面下载最新的 macOS 就行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其实从删除到安装最新的 macOS 都不用花超过30分钟的时间。可是我在安装我需要的 App， 在做一些基础设定的时候呢，花费了最少半天的时间哦。所以考虑清楚过后呢，再决定要不要 Factory Reset 你的 MacBook 吧。那么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 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欢迎你给我个赞，也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 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 Mac 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那么我是申浩，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 ，See you。